前两天終於把去年回國的花銷給算明白了，這樣呢，我去年所有的開銷明細就比較清楚了。我基本上每年都會發一次這種開銷總結類的視頻，有興趣的可以翻一翻我之前的視頻，看看以前德國的物價是什麼樣，以及我以前的消費習慣是什麼樣。總之呢，今天就是一期總結我2025年消費情況的視頻。我的基本情況呢，就是在德國的普通辦公室上班族，獨居，未婚未育，有2隻貓，消費慾望中等。我沒有任何的奢侈品，大多數情況下買東西之前我會先想一想我是不是真的需要，但是呢也有少数情況是會衝動消費的。OK， 按照慣例呢，先從固定開支開始吧。我住在德國算是一個中型城市吧，10萬多人口。我不是住在市中心，但是呢也是在市里，所有的生活需要包括超市、健身房、商场啊都可以步行到達。1室1廳的房子每個月的暖租租金是1370歐，這裡邊呢包含水費和暖氣費，到時候會根據實際用量多退少補。我感覺去年用的熱水和暖氣還挺多的，我不知道會不會讓我補。這個賬單會在今年年中吧，差不多會出來。電和網絡是我自己需要另付的，電呢每個月預付款是34歐，每年也是根據實際用量去結算。網絡的話是光纖網絡，每個月37歐。車的話我是 leasing， 這個價格呢就跟車的型號有關，我一般就會去看每個月大概300多歐、400多歐出頭吧，這一個價格範圍的車。我現在開的車是370歐一個月。通訊費部分，網絡在之前說了，手機通訊的話我是換了新的合同，每個月30G 的流量，然後不限通話和短信，這樣的話一個月平均下來是7.5歐。其實我用不了30G 那麼多，但是当時看到這個套餐還比較划算，就定了。2年之後呢，它這個套餐就會漲價，所以我到時候要提前更換新的合同。然後是我自己買的郵箱域名，每個月是5歐。還有就是每個人都要交的廣播電視費，一個月是18.36歐。然後就是保險，這裡說的保險不是說我作為公司職員要繳的那些常規保險，比如養老啊、醫療啊，這些呢都是涵蓋在公司裡就自動扣了的，不需要我再主動去交，所以就不算在我的花銷裡了。這裡說的呢是我自己額外辦的一些保險，一個是律師險，我辦的是全領域全包的，所以稍微有點貴，每個月45歐。然後就是個人第三方責任險，每個月3.2歐，家庭財產險每個月是3.8歐，這個也是漲價了，和去年相比，我得查查有沒有更便宜點的。然後呢，就是休閒娛樂一些訂閱呀、包月這些。健身卡算上每半年一次的清潔費，平均下來一個月是32.5歐。蘋果 iCloud 一個月2.99歐。Spotify 去年年底也漲價了，現在是12.99歐一個月。Netflix 網飛的訂閱我訂的是帶廣告版的，但是其實我覺得還好，一個月是4.99歐。然後呢，就是我做視頻需要用的版權音樂，平均下來一個月是12歐。還有一些就是我用人民幣訂的，比如說讀書的軟件呀、剪輯視頻的軟件啊，這些平均一個月大概是7歐吧。這樣算下來，每個月的固定花銷呢就是1966歐。下面呢就是稍微非固定的花銷啊，就是吃喝玩樂這一些。食品我平均下来每個月包括超市和外食的总的花銷是173歐。老觀眾都知道我不怎麼在外邊吃飯，更多呢是自己在家做飯，一般就是3道菜配米飯吃，然後第2天再帶一頓中午飯吃。如果我就是真的花時間去做飯，我還是比較注意搭配的，也有偶爾的時候晚上就煮面條吃这樣。從去年下半年開始吧，我開始更注意這些營養搭配，我會比較有意的去選擇蛋白含量高的產品，這些產品就比普通的產品要更貴，但是這樣看下來，平均算到每個月的話，其實也沒有很貴。除了這一部分的花銷呢，在吃上面我還有一部分是在公司食堂吃的開銷，因為這一部分它就直接從公司的卡裡扣了，這一塊平均一個月大概50歐左右吧，所以在這一塊整個食品吃喝上，我每個月的開銷是223歐。然後呢，就是雜七雜八的日用產品，就是我每次去像 DM 呀、Rossmann 這種日用品超市的開銷，因為這些地方除了賣像那些家居啊、清潔用品，它也賣一些那種開架的護膚品、化妝品，但是我都給它算一起了，我没有算得太清。這一部分呢，每個月平均67歐。下一個呢就是服裝類，
去年黑五的时候我集中買了一波，其余的呢就没有买太多，一共花了1173歐，平均到12个月，每个月就是98歐。旅游度假、休閒玩樂，去年回國了3次，還有平時去個什麼博物館的這種門票錢都算上，包括就是旅遊啊、回國機票什麼的，一共花了3430歐，平均到每個月286歐。下一個就是人情往來類，比如說我回國給國內親戚朋友帶的一些禮物啊，或者在德國給同事啊、朋友、我男朋友家人買禮物、請客這些錢，這個真的是有點超過我的預期了啊！這個平均到每個月要有90歐。然後呢，就是我養貓的花銷，我自己的賬上是每個月43歐，但是因為這個貓呢是我跟我男朋友一起養的，他也會給貓買貓糧、貓廁所這些，再加上他的那個部分可能大概要100歐出頭。但是我自己的這部分是每個月大概43歐。再下一部分就是我平時醫保不報銷那部分，我自己付的關於醫療保健類的花銷，比如藥品我肯定要自己自付一部分嘛，然後洗牙的花費、看醫生做檢查就是不包含在醫保裡的費用，一共是332歐，平均到每個月是28歐。下一個就是跟行車交通有關的，這就是比如說停車費呀、洗車費呀，或者有的時候我也會坐公交嘛，這一部分的錢平均到每個月是6歐。然後呢，就是一些不太好分類的花銷，我就記到其他雜項裡邊了，每個月60歐。OK， 這樣算下來，一共就是非固定花銷，一年總共是10812歐，平均到每個月是901歐，再加上之前的固定花費，每個月1966歐。那我在2025年的平均每個月花銷是2876歐，全年一共消費34404歐。我覺得還算一個正常的水平吧。當然了，我說這些花銷其實就是作為一個參考，也給我自己做一個參考，這樣我以後也知道 OK 我在人生的什麼階段，我的這個消費情況是一個什麼樣子。比如說我現在就很喜歡看我剛工作那會兒發的關於我花銷的視頻，那會兒我的工資啊剛畢業，我記得當時我的月薪大概是稅後到手2000歐出頭吧。所以說當時的我肯定不是一個現在這種消費習慣，所以真的是你掙的越多，可能你的花銷也會水漲船高。我今年的一個花錢計劃就是我想更有意識的花錢，如果花了錢能真的帶來享受，讓我心情好，那就大膽花，不要摳摳嗦嗦的，多買品質高而精的東西，一分錢一分貨，不因為這件物品正在打折就決定買它，多花錢在高品質的食物上，畢竟最寶貴的就是健康，在營養多樣性上不能吝嗇。OK， 這個就是我對於去年的花銷總結和一點點今年的開支計劃。如果你願意呢，當然也歡迎在評論區曬一曬你去年的花銷情況，或者有哪些掙錢省錢的技巧，我們都可以評論區交流。下個視頻見。